想來趟京都之旅，卻不知道怎麼規劃嗎？這支影片是你的最佳懶人包，交通、住宿、美食、京都必去的景點，通通幫你安排好。從清水寺、嵐山到抹茶控必去的宇治，第一次自由行也別擔心，手把手帶你從機場出發到京都車站，保證不迷路。看完這支影片，立刻打包行李出發吧！第一天從關西機場前往京都，因為抵達的時間可能比較晚，所以規劃在京都車站逛逛，可以先寄放行李、吃美食，然後前往飯店辦理入住。從關西機場前往市區有3種主要的大眾交通：南海電鐵、JR、巴士。讓我們來看一下比較表。整體來說，以電鐵的特急列車最快，有指定席及行李放置空間，推薦選擇特急列車，讓你搭乘的舒適度更好。紅字是優惠價格的票價，必須提前在線上購買，無法當天在現場購買哦。現場買會以日本當地原價計算，購買優惠票的鏈接我放在影片的資訊欄。那你可能會問，在什麼情況下會建議搭乘巴士呢？如果遇到天氣惡劣導致電鐵停駛或延誤，巴士就可以當作備用方案，而且也提供了座位和行李艙，可以直接抵達飯店或熱門景點，減少移動行李的不方便。好的，我們現在從關西機場出來之後，大概5分鐘內你走路就可以到關西機场站。那之前有跟大家分享怎麼去取哈魯卡的車票，就是 JR 的車票，但是因為有一些狀況，就比如說櫻花季啊，或是楓葉季的時候人潮非常多，大家會想說哇，綠色機器人潮排太多了吧，排隊要等好久。所以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第3種的取票方式。第一個是人工櫃檯，第2個是綠色機器，那第3個就是今天我們要跟大家教的第3種取票的方式，可以加速你趕快取到票去搭車進市區。那就跟着我們去看一下吧。這邊橘色的這邊呢，就是南海電鐵的位置，那藍色這邊呢就是 JR 的地方。那再過來這邊呢，就是人工取票處綠色窗口。再來這邊就是 JR 的搭車的地方。那 JR 取票的地方啊，它又分為2種，一種是左邊那邊排隊，一種是右邊那邊排隊。那如果你今天是已經先預定好了車票，以及你要畫指定席的話，就記得要到右邊綠色的那一區去排隊。那這邊的話，它只能買自由席的哦。那如果說你要買一般的 Eco 卡的話，也可以在這台機器買。那我們現在就來取票了。我們在取票之前啊，可以先選繁體中文，這邊有中文可以選。那直接選 QR code 掃碼。然後它會要你選日期，我們就選今天，然後確認。確認，然後你還要刷護照，拿護照，然後確認一下這個是不是今天的日期，我們再按確認。正在發行車票，請拿好車票。拿到之後啊，会有2張，一張這個是你要進去的自由座，那這個就只是收據而已。那我們要用這個自由座的位置再去畫指定席。好，我們一樣再來操作，我們選這個預定指定席，然後它一次可以放4張。請放入所持車票。好，我們再選插入完畢，畫一次指定席，然後按正確，然後出發站。我們選關西機場，所以就是 K 開頭，關西機場，然後到你要去的地方，那我們直接按檢索，輸入出發地跟目的地之後，它就會列出現在目前有的班次，那你就可以選擇，那我就選現在要的班次，然後再按確認，然後你可以再自己選車廂。如果說你沒有指定的話，你就可以讓他自己選。那你如果說你想要指定的話，你就可以自己從座位表中去選擇。4號車廂是給白色機器的，所以它現在目前這邊是滿座的。那我們就選3號。
那我先隨便寫一個10，確認。去拿好車票，謝謝。然後它就會連同剛剛你自由坐的那張車票吐出來給你，然後再給你一張指定席的座位的車票，你就可以看着上面的車次跟號碼去搭車。大家有看到有個白色的機器嗎？就發現那白色機器都沒有人排隊。那我們到白色機器之後啊，這邊就可以先選語言，那我們就可以直接選繁體中文。然後它這邊有告訴你取票流程，然後有先 QR code 掃碼，然後選擇你的列車的班次，然後它就可以直接印出來你的車票了。那我們就開始。就可以直接選你要的班次，那我們就直接選我們等一下要搭的，然后這邊就出來了。那它這張有告訴你它指定席的位置，它這個指定席的位置是在4車。那4車的話，座位1號到10號的空位你都可以坐。所以不像我們綠色的機器可以指定我要哪一個車廂哪一個位置，它這邊的指定席的位置就是在4車。那剛剛我們白色的機器跟綠色的機器的取票流程都走完了。那如果說你沒有很硬性規定說我一定要在哪個指定席的話，我會建議大家可以多多利用白色的機器取票，因為它的速度真的非常快，它要選的東西沒有像綠色機器那麼多，還要掃護照。白色機器不用掃描護照，綠色機器要掃描護照，所以它多了蠻多的步驟，所以建議大家多多利用白色的機器去取票哦。然後，因為现在哈魯卡跟 ICOCA 卡的那個優惠車票已經沒有了，只剩下哈魯卡的優惠車票。而且如果說你來日本現場買的話，是原價哦，是沒有的哦，所以你一定要在海外的地方就先買好哈魯卡的車票，才會有優惠價格。隨着 ICOCA 和哈魯卡的組合票券停售後，剩下風神雷神的 ICOCA 可以在綠色窗口購買，價格是日幣2000，其中包含押金日幣500。如果想購買一般的 ICOCA 或是儲值金額，可以直接到左邊的機器操作。那來這邊呢，我們也可以先選繁體中文。那如果說你要買 ICOCA 的話，它這邊就顯示你可以選擇直接在這邊買 ICOCA，或者是你要加值也可以在這邊加值。他說的先扣值只能在這一站。如果剛刚你是用綠色機器取了有2張票的話，等一下你進站的方式呢，就是要2張票疊在一起，因為你有一張是自由席，然後一個是指定席的座位，所以你2張席進去之後呢，它也會吐2張給你，大家放心。因為第一次我們那個2張疊在一起的時候，也覺得，真的可以這樣子嗎？但是可以的，大家放心。如果你是用白色機器取票是這張單子的話，你就必須要走人工櫃檯哦。こんにちは。好，那這邊它就有讓你放行李的地方，你就可以把那比較大型的行李放在這裡。哎呦！還記得前面提到的巴士備案嗎？2樓是前往地鐵站，1樓是巴士站。入境後往前直直走，就可以到巴士站牌嘍。出來之後啊，你就可以先在這邊看一下你要去的地點。比如說，我今天如果要去大阪站的話，然後你就要去 C 的地方，這邊有他們的巴士的站牌以及專屬的售票處。這台的話，它就是有中文的界面可以選。在這邊售票機啊，我們就可以選中文的，然後它就会顯示這個區域它售票的地點。因為就像剛剛前面講的，你要先確認你要去的位置是在 A、B、C、D 哪一區，然後再去那個區域等車以及買票。
我們今天呢來到了京都車站。那京都車站呢，是你今天要到祇園、到清水寺，你可能要到道和神社，它是必經的一個大站。所以今天呢，我們小夫妻會以中央口作為一個 base，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從這中央口周邊有什麼地方你可以去造訪的。首先從 JR 中央口出站後，就會看到著名的地標京都塔，然後在右手邊有一排 JR 的自動售票機。售票機又分成藍色和綠色機器，購買一般自由席或是 IC 卡的話，到藍色機器；領取預訂車票或是劃位指定席的話，到綠色機器。旁邊也有人工窗口的服務，比較要注意的是，人工窗口的營業時間是早上6點半到晚上9點，綠色機器是早上5點半到晚上11點。如果你是搭超級早或是超級晚的班車，記得要提前先取票哦。繼續從中央口直直走出來，會看到一整區的巴士站牌，京都熱門的景點都可以搭巴士抵達哦。那搭乘的方式，首先確認你要前往的景點。如果要前往清水寺，站牌的位置在 D2， 搭乘巴士號碼86、206都可以抵達。巴士號碼的橘色和藍色代表固定票價，成人票價是日幣230塊，兒童是120塊日幣。橘色為環繞市中心的行駛路線，白色則是按里程收費。在巴士上方的電子看板會顯示行駛路線、目的地、巴士號碼，並且用6種路線顏色標示主要通行的南北方向道路。搭車的時候，從後門上車，前門下車收費。巴士的付款方式為現金、一日票、IC 卡，無法使用信用卡、金融卡或是 JR Pass 哦。現金需要以硬幣來支付，如果沒有硬幣的話，在車上可以投入1000元紙鈔，或是500塊、100塊、50塊來兌換。如果是里程收費的巴士，也就是白色的巴士號碼，上車時每個人記得要領取1張整理券，下車時將整理券及硬幣投入車資箱。使用一日券票卡的時候，第一次搭車時，請將卡片投入車資箱的插卡，卡片背面會印上日期。之後搭車的時候，只需要向司機出示背面的日期，就可以順利上下車嘍。里程收費的巴士，請在上車時將卡片投入卡片讀取機。使用 IC 卡的話很方便，將 IC 卡靠近感應扣款的地方就可以了。下車的時候記得要先按鈴，然後等巴士到站，車子停穩的時候再站起來下車，不用急急忙忙趕下車，司機會等你的，請大家放心哦。由於前往清水寺的人潮非常多，大部分的網絡教學都是以搭乘86及206號公車為主，所以會比較擁擠。建議可以選擇電車和巴士的組合方式前往，使用地下鐵巴士一日券，從京都站搭乘地下鐵烏丸線，搭1站到9條站下車，再從大石橋巴士站搭乘202或207到5條坂下車。為了疏解觀光人潮，從2024年6月開始新增觀光特急巴士 EX100 及 EX101， 可以前往清水寺、祇園、銀閣寺等景點，不過只有假日才有行駛，而且票價是成人500塊日幣，兒童250塊日幣，比一般的票價貴了2倍，因此會建議搭配地下鐵巴士一日券來使用比較划算哦。地下鐵巴士一日券的價格為成人1100，兒童550塊日幣。購買地點在 JR 中央口出站後，右手邊有一棟巴士服務中心，或是在站牌旁邊的自動販售機也可以購買到。在 D2 的這一條直直的公車道上面啊，你走到底，這邊還有一台可以買巴士券的地方，像是你要買地下鐵巴士一日券的話，這邊也可以買。啊，就是大人的1100，然後小朋友的是550日幣。現在京都官方推廣不要攜帶大型行李搭乘大眾交通工具，避免影響當地居民的生活，所以在京都車站有行李寄送的服務。
從 JR 中央口1樓中間的手扶梯搭到 B1， 左手邊有行李服務中心，營業時間從早上8點到晚上8點。這邊也有寄放行李的服務，寄放行李一個是800塊日幣。行李寄送的話，要在早上8點到下午2點前辦理，行李會在當天5點前送到飯店。如果是旅遊旺季的話，可能會在6點以後送達飯店。行李寄送的費用一個是1500塊日幣，要到櫃檯填妥你的姓名及飯店地址。建議先到網站查詢飯店是否有配合寄送的服務，網站鏈接我放在影片的資訊欄。在同一層的 B1 也有整區的置物櫃，而且營業時間更長。你可以下來看到這一間藥妝店，然後右轉這邊走過去之後啊，它會有洗手間，然後也會有寄物櫃的地方。那如果說你有 IC 卡的話，這邊就可以用 IC 卡的寄物櫃，那它非常的方便。第一個步驟呢，你就是先找到空格的、有空的寄物櫃，然後把東西放進去之後呢，把這個第二個往下壓了之後，你再到這邊來逼你的 IC 卡付款。那這邊它也可以選繁體中文，請選擇使用項目。付款的方式有2種，如果說你是用現金的話，它會給你一張 QR code 嘛。那你回來取行李的話，就在這邊刷 QR code。那如果說是 IC 卡的話，就到這邊刷你的 IC 卡付款。寄物櫃有3種尺寸，價格從日幣400到日幣700塊之間。在旅遊旺季的時候，建議利用網站確認目前寄物櫃的狀況，減少攜帶行李移動的不便性。要去拉麵小路的地方的話，就是中央口左手邊這個手扶梯上去，我們走吧，到10樓。然後這邊會經過 Mr. Donut， 那我們就一直搭手扶梯上去。哎呦，好高哦，我要腿軟了。再繼續往上走。好了，到這邊之後，你就會看到，運動快點。這邊有拉麵小路10樓，那我們繼續上去。那旁邊這邊啊，就是流水階梯秀，但是因為像是白天，晚上的話它就會打燈，非常的漂亮。晚上大家可以來這邊看一看這邊的燈光秀。來京都車站，千萬別錯過這場聲光饗宴。透過高科技的投影技術，呈現日本傳統文化，而且根據不同的節日，還有限定的主題秀，可以感受不同季節的京都之美。這好像是我有史以來搭過最久最長的電梯。然後，因為你上面是那個天際線嘛，就直接可以看到天空，你會覺得好像搭上去就慢慢開始要看到耶穌了。我要搭去天堂了。對啊，就覺得我人生好像很短暫、很渺茫，那就蠻奇妙的。這電梯真的好長哦。你看這旁邊階梯也是，如果說我走階梯上来，我應該會死掉吧？你可以當訓練啊，運動啊。就是要吃拉麵前，你可以去運動，你才能上來。我們現在搭電梯上來之後，但是上來是11樓，所以我們要再走樓梯下去，去那邊，從這邊的手扶梯下去，來從那邊走進去，裡面很溫暖，就到了。拉麵小路集結了日本全國各地的知名拉麵店，省去舟車勞頓的麻煩，直接在京都車站就可以品嘗到嘍。這次我們選擇來自京都的麵醬，以石臼研磨的全麥麵條，從外觀可以看到小麥粒粒分明。吃沾麵的第一步，先別急着把麵條沾上醬汁，乾吃一口原味，讓小麥香味在嘴巴裡散開。我們再把麵條沾上醬汁，品嘗雞湯和海鮮燉煮的濃郁鮮味。吃到剩下一半的時候啊，將碎洋蔥倒入醬汁，把炸橘淋在麵條上，清香酸甜，又是全新的風味。最後將高湯倒入沾醬的醬汁，並且撒上海苔享用，就是完美的 ending 啦。好，這邊要推薦大家一個比較好拍到京都塔的地方的位置。我們從中央出口右手邊這邊手扶梯搭上去，然後再繼續上去，
烏丸小路廣場。啊，上來這邊，烏丸小路廣場，這邊也可以拍到完整的京都塔，都沒有人哦，你就可以在這邊跟京都塔合照哦。在京都4天，住在一個我覺得非常不錯的青年旅館。為什麼呢？因為第一個，它離京都車站非常近，步行大概不超過5分鐘吧，就可以走到這個青年旅館。第二，我覺得它整體的環境營造是非常非常的舒適的。雖然大家可能覺得房間很小，但是你仔細看它大廳啊，它大廳有非常多很貼心的一些設備，例如像說它有手冲的咖啡，然後還有烤箱、微波爐，以及還有一些花茶等等。你今天呢，可能如果你时間上沒有這麼趕的話，你可以在房間把行李放下之後，你就可以來到大廳這邊喝杯咖啡，然後讓你的心情沉澱下來，享受一下這邊的氣氛。然後晚上的時候，跟薛仁就會在这邊慢的煮我們的晚餐，然後享受一下它當下的氛圍，因為它有時候也會放一些音樂。重點是它的 CP 值真的超高的，一晚我們2個住1000塊台幣2個人哦，然後能住到這樣的品質，對我來說已經超乎我心裡的預期很多了。現在來開箱大家最關心的房間，一進來就是一張床，旁邊有洗水槽，有牙膏、牙刷、杯子以及洗手洗面乳、吹風機、浴巾和睡衣。下面有冰箱，在床的下方可以放置行李箱。旁邊有一台電視，每層樓都配有公共廁所。在1樓有洗衣機和烘衣機，而且都是免費的，超佛心。可以借用的備品也很齊全。雖然是公共浴室，不過裡面也有隔間的私人淋浴間。從旅館步行約8分鐘可以抵達購物中心，在1樓有一間超市可以購買食材。如果來日本吃東西想要省錢的話，就是可以來超市。哦，来了，看這邊有沒有特價的便當，那種有貼紅色的啊，就是有特價的。就越晚的時候，它特價的折數會越來越多。稻荷和宇治在同一條 JR 線上面。第2天規劃這2個景點的1日遊行程，省去舟車勞頓的麻煩。跟着我們從京都站2樓的 JR 出發吧。前往宇治的話，在8到10號月台，搭乘普通或快速列車都可以抵達宇治，或者也可以在9號或10號月台搭乘普通列車，2站就可以抵達稻荷站，前往稻荷大社嘍。來趟尋寶之旅吧，在這裡你會發現到處都有狐狸雕像，每隻都雕着不同的寶物呢。自古以來，朱紅色被視為驅邪避煞的顏色，象徵強大的生命力。朱紅色的鳥居更是連接人間與神界的橋梁。哇靠！大家看一下，堵成一堆，嚇死我了！是要排什麼跨年活動是不是？Oh my god！ 我都還沒進到第一個鳥居，我就要排隊了。看前面那個滿滿的人頭。如果大家要來拍照，要麼你就是很少來，要麼你就是往後面一點走，因為最前面開頭人一定是最多的。大家都太興奮了，想要在一開始就拍照，所以前面就堵一堆人。大家往上看那間隔，就是超美的。鳥居跟鳥居之間看得到天空。那為什麼會？你讓我轉過來，為什麼會有分2個啊？應該是說你要繼續逛千本鳥居的話，你就是走右邊，就是順路，你才不要跟人家反方向走撞在一起啊。因為那個地方可能比較小一點。可是有人會在左邊，因為人比較少，就可以直接拍照。有點那個幽閉恐懼的人不適合走小的，會覺得有點壓迫感。而且我想說，如果說我走到一半，我想往回走，看這縫那麼小，我出不去。猜猜看，這裡有多少座鳥居呢？
答案是1萬座，每一座鳥居都是信徒表達感謝而捐贈的。所以大家仔細看旁邊都是很多企業贊助每一条的。但我比较想要知道，我要贊助一個鳥居上面寫我的名字要多少錢？我等一下去查查看嘛。那你就等一下去問一下創世小夫妻，想把那個名字掛在上面。我覺得以現在的狀況，我們的鳥居可能要排到非常後面哦。可能排到山腳下了，要排到山頂上了，完全沒辦法在這邊，好不好？不夠格。到了。我們現在穿過鳥居之後，就到了奧社奉拜所。你看哦，這地圖真的非常的大。如果你要整個逛完，你要跑到山頂上再下來。哇！我覺得這個字設計得很好那邊左上角有點小狐狸嘛，然後狐狸的尾巴，鳥居在這裡。鳥居在這邊，然後這上面是什麼？那是狐狸的眼睛啊！大家可以看到旁邊很多奇奇怪怪的圖樣，這個叫做白狐會馬。大家可以把自己的願望寫在上面，然後最有趣的是要告訴神明你住在哪裡，你叫什麼名字，然後你今天來參拜的日期，你都要写在上面。虽然是看到別人的願望，可是你會覺得心情很開心的原因，是因為他把後面留白，讓你繪畫你想要畫的東西。然後最有趣的是，因為最近看那個幽白是看的實在太上火。哇，這個等等，這個人畫的也太厲害了吧？對，這是漫畫吧？這個是專業的吧？好強哦！是有畫家來這邊設計，然後這是護魚鰭吧？這看起來不是護魚吧？護魚呢？戴這種眼鏡。雖然在拍攝，但是我還是默默地把它翻過去看了一下別人的願望。我覺得來這邊就是充滿着希望，因為大家都是帶着很正面的心情來這邊許願。我現在要來畫我們的繪馬，這就是即時繪畫創作啊！因為我完全不會畫壓力山大。然後剛才學了就找了火影忍者的圖。我想要畫鸣人，大家看一下。我們來看一下他等會會不會畫跟他上面一模一樣。你等一下會被火影忍者迷臭罵，我跟你講。先畫匾額嘛。你給大家看一下，你把那個鸣人畫成這樣。我覺得真的太丟臉了。這是中毒版的鳴人，對不對？他真的鬥雞眼，我對不起鳴人。在奧社奉拜所旁邊有一對輕重石，許願後將石頭舉起，如果比想象中輕，願望有可能會實現；如果比想象重，那願望實現的難度就會增加。無論結果如何，壯觀的千本鳥居，充滿希望的白狐會馬，神秘的輕重石，來趟伏見稻荷大社絕對是令人難忘的體驗。逛完伏見稻荷大社後，也差不多該前往商店街祭祭武藏廟啦。說到這裡，最具代表性的食物莫過於稻荷壽司。沒錯，就是我們常常吃的豆皮壽司。因為以前稻荷大神的貢品中常常使用炸豆皮，所以這裡的稻荷壽司幾乎都是三角形。你看三角形的形狀像不像狐狸的臉、耳朵以及稻荷山呢？那个草莓是甜的哦。我忘记要了。啊？我把这要怎么办？忘记留給老公。啊？我關機了。我覺得這個果凍化學感比較重，我不太喜歡。它吃掉你嘍，可愛的小狐狸，有點乾，你試試看。等一下你會把它吃掉，這個我很不推。除了草莓很優秀之外，其他的都不好吃。就是比較可愛一點，這家給差評，但是很可愛啊，可愛度給5顆星。繼續從 JR 搭乘約17分鐘就可以抵達抹茶的故鄉宇治。在宇治，你可以吃到各式各樣的抹茶料理，居然還有推出抹茶咖喱。我無法想象這是什麼味道哎。不好拿到了抹茶麵包，因為最近也是網絡上評價蠻好的，然後它主打是有很多各式各樣的抹茶麵包，然後剛剛因為真的太多了，不知道怎麼選擇，然後我們就看當地人他都拿哪一個，我們就跟着拿那個。非常多當地人來買，我看婆婆媽媽他們拿得很暢快。你看它的麵包，它有點像菠蘿餅皮，但是它上面還有一點糖霜，你看聲音超好的。大家看一下哦，我們在旁邊拍啊，哇，婆婆媽媽已經排到門口了。剛剛明明沒那麼多人，突然瞬間人來那麼多。這抹茶外皮是比較酥脆的，有點像在吃餅乾的那種餅皮，但是它的麵包本體是有一點點偏乾的，可能要搭配裡面的鮮奶油，那試試看有鮮奶油的地方。好，加上鮮奶油口感如何？很歐過所以它這間店是不是比較新式的那個做麵包的方式，比較很淳樸，但
但是它應該是經典之作。但我真的覺得，我只要一吃到那口奶油，就很像我們台灣吃那種傳統麵包店裡面的 Blin。所以就是有一點點 old school 的風格。那厲害的應該是它的外面是抹茶的餅皮。在众多抹茶店裡，最有名的就是中村藤吉本店了，是抹茶控一定要朝聖的地點。所以抵達宇治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去拿號碼牌，因為等待的人潮真的很多。可以掃 QR code， 它會讓你知道現在等待的狀況。掃 QR code 之後呢，你可以加入他的 LINE。如果說你想要用 LINE 来通知你快到號，或者用 LINE 来查詢目前的進度，你就可以加他的好友。然後加好友的时候，他會給你一個序號，這序號就直接輸入進去，他就會知道你號碼是幾號，就可以通知你。然後這邊可以查一下現在目前的位置，50組。耶！等了，我覺得應該有2個半小時吧。我們終於進來中村藤吉的本店了。你來到本店啊，要點的就是他們本店限定的抹茶巴菲。因為啊，它這邊比較特別，它是用竹筒裝的造型，整個就很日式。我就想到好像在竹林裡面吃抹茶嗎？就一切開，發現竹子裡面藏了抹茶的寶藏。之前都是去他们分店吃，那這次來吃看他們本店有什麼差別。那我覺得看起來它的內餡應該是大同小異。我覺得每次吃到這個抹茶，我都要升天的感覺。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是吃來吃去還是覺得中村藤吉的這個真的超好吃。它的配料配起來真的就是天衣無縫，然後它裡面還有放莓果，所以每次我只要一撈到有莓果的味道，馬上就可以中和你抹茶的苦感的味道。我覺得那個平衡真的是拿捏的剛剛好，不會讓你覺得太酸或是太甜或是太苦。然後下面啊，它還有抹茶的白玉，然後以及抹茶的果凍，咬下去就可以跟旁邊然後米果的東西融合在一起。所以我覺得整個吃下來真的不會膩，它有上中下不同層次的配料在這一杯裡面。另外，我覺得店員非常貼心，就是因為我們剛剛進來的時候非常冷，然後他很用心的幫我們泡了焙茶，那焙茶超好喝的。我想說應該只是普通的煎茶或是焙茶之類，但是沒想到我喝起來非常的滑順，然後非常的順口。剛進來其實我覺得心裡就已經先暖，覺得是 perfect 一個完美的下午。我們現在人在平等院了，因為我們剛剛是中村藤吉吃的有點晚，但是它庭院的部分呢，就是開到5點半，所以我們趕快進來看一下平等院的夕陽。現在已經有點日落了，哇，這樣好有 feel 哦！夕陽是最美的時候。你現在來到什麼地方？平等院裡面的鳳凰堂，10元硬幣的本人在這裡。那如果說你要去參觀鳳凰堂裡面的話，是需要另外付費的。想跟大家分享，如果說你來宇治想要排中村藤吉本店的話，你至少要預留3個小時吧，因為他抽號碼牌大概起碼等待的時間至少要120分鐘。那120分鐘再加上你吃東西的時間，可能你要抓到3小時。所以我會建議大家一來你就趕快去抽號碼牌，然後抽號碼牌等待時間你就趕快先去逛。那因為我們是抽了號碼牌之後有點不太知道要怎麼控制那個時間，所以還沒有逛完我就趕快先回去等了。所以會建議大家你抽到號碼牌就趕快把宇治這邊逛逛，不然的話像平等院它5點半就關了，逛的時間就會太晚。平等院其實一進去大概就是只有參觀那個鳳凰堂而已，然後它的入園門票是600塊，那其他的地方還有一個博物館。其實我是覺得裡面東西內容大概就是為了鳳凰堂10元硬幣的那個外觀，其他的話我覺得還好。宇治這整個區域其實有蠻多店，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抹茶的料理，我覺得可以一個下午可以捨棄掉這個景點，你可能好好的在2-3間店好好的逗留一下，享受一下當地的美食也不錯。因為其實我剛才也看到旁邊的星巴克，星巴克其實它的那個晚上啊，開始有一些打燈的造型，其實已經也非常的美了。你如果真的時間沒有這麼多餘的話，就不一定要去造訪這個景點。不代表大家的立場，只是我們個人的主觀意見想法，就分享給大家嘍。我等一下要去宇治附近有一間超市，那如果說你是晚上很喜歡買東西、買零食，你等一下在路上就可以逛，逛完之後你就搭 JR 回去，很順路。
JR 宇治站的路上啊，就有一間超市在這邊，我們來去採買晚餐。這樣來超市就是有這個好處，時間到比較晚的時候，它就開始貼折扣的貼紙，然後好像越晚的時候，它折扣會越多。那現在是打8折，蝦子有打8折耶，要嗎？是在審慎評估中。那這是不是半價？对啊。但是這樣子算起來是多少錢？318日幣。日本的東西品質應該都不差啦，所以我其實挑起來我沒有任何壓力，拿個半價的黑牦牛進去吃。然後京都車站這邊啊，有一個我都叫它尿尿小童的鬆餅，那還蠻好吃的。第3天前往嵐山，嵐山的景點相當集中，用步行的方式就可以逛遍各大景點。前往嵐山的話，在32或33號月台搭乘嵯峨野線。就是 JR 出站之後呢，來到這邊，然後你就往那條小小的路右轉過去，一直走到這邊沒有路了，左轉，就到嵐山大街嘍。那像天龍寺這邊啊，它有分3個區域，一個是庭園，就是左邊這邊；另外一個是本堂加庭園的紅色線，就是從中間直走這邊進去。那如果說你要參觀雲龍圖的話，有一個賣綠珠印的地方，那雲龍圖的話也是另外收費，一個人500塊日幣。時間回到1339年，幕府將軍足利尊氏為了紀念天皇，決定蓋一座新的寺廟。不過建造寺廟需要很多資金，因此重新與中國元朝展開貿易，利用貿易賺來的錢建造天龍寺。這艘貿易船後來也被稱作天龍寺船。天龍寺終於在1345年建立完成，成為京都的名寺。然而卻多次遭到戰火焚毀。曾經在豐臣秀吉的資助下，寺廟才得以重建。如今天龍寺仍保留了室町時期和德川時期的建築風格。現在的天龍寺不只是一座禪寺，還是嵐山地區的重要文化遺產，見證京都的歷史變遷。來到這裡，你可以漫步在美麗的庭園，欣賞四季變化的自然景色。在天龍寺平和觀音前有3隻守護觀音的青蛙。據說，若能將錢幣投入青蛙錢的盤子中，就能獲得幸福哦。再一個。然後我們現在到天龍寺的北門。北門這邊啊，你逛完天龍寺，你就到北門這邊，然後它這邊告訴你，你從出口出去之後，左轉就是竹林，然後右轉的話就是去野宮神社跟渡月橋。我們走吧，我們去竹林。哇，還是很漂亮啊！竹林小徑是一條長約500米的步道，兩旁種滿了高聳的竹子，陽光透過竹子灑下斑駁的光影，營造出獨特的氛圍。一進來竹林，就發現這邊特別的冷。因為這邊陽光被隱蔽了，所以這邊蠻陰涼的。不過相對的，其實也很安寧。不要看人潮很多，因為山林間的那種氣息啊，跟安寧度真的是蠻值得去享受這個氣氛的。有一段時間沒有過來，但是再次進來竹林，我還是覺得非常的漂亮。聽一下那個竹林之間的那個沙沙沙的聲音，其實蠻療癒的。我聽不到，我只聽到很多人的聲音。對，你要靜下心來，然後好好享受一下當下的 moment。
對啊，就是來藍山，我覺得這個點是大家來拍照。那我覺得還有一個氛圍，就是你應該好好的去享受當下的給你的心境上的感觉。香的味道，我不是在竹林裡面嗎？我哪时候怎麼聞到竹炭的味道？是在烤地瓜嗎？我看一下，这是在烤地瓜嗎？怎么那麼香？好餓哦！看一下，真的是真的是烤地瓜。Separate, okay. Okay. Everything cut? This cut? Yes. Very hot. Yes. Separate. This separate. 好，那順着竹林出來走，然後這邊就看到可以去野宮神社的地方。野宮神社是一座小而美的神社，被嵐山著名的竹林環繞。這裡以祈求姻緣及安產而聞名，不僅吸引許多年輕人來祈求姻緣，準媽咪也能來這裡祈求安產。這裡的鳥居是日本少數的黑木鳥居，為日本最古老的鳥居形式。野宮神社在日本文學名著《源氏物語》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所以也成為文學愛好者心中的聖地。穿過竹林，經過野宮神社，越過平交道後，我們來到這間位於民宅中的小店鋪，選用濃郁的雞蛋和來自美山茅屋之裡的白米，烹飪出最簡單卻不簡單的家常美味。你先吃溫泉蛋，有沒有那麼誇張？它的蛋香味是濃郁，然後有點厚底的。厚底的意思就是說，它的蛋黃是可以咀嚼很久的，不是說一咬就散，有點像是一個陳年的老酒。看得出來，因為它蛋黃的顏色比較深。我們之所以會來這間，是因為剛才我們在嵐山大街人非常的多，所以我們其實想要找一個比較偏遠一點點的小店，然後嘗一下他們當地的料理。但沒有想到來到這邊吃到蛋料理，我們還有點另外一道就是生雞蛋醬油拌飯。我沒有吃過生雞蛋拌飯不知道什麼味道。我笑了，好吃咯，簡單的美味。我覺得台灣人一定會喜歡這個，原因是因為它有點像是台灣很有名那個豬油拌飯哦，只是它用雞蛋的底，然後再加上醬油的底融合在一起，就是很柔順，然後又可以吃到米飯的味道，我覺得超棒的。在嵐山的竹林漫步後，讓我們回到熱鬧的嵐山大街，帶大家吃吃喝喝啦。來到日本西柚面制品牌有機雅旗下的咖啡廳，以藝妓為招牌圖案。這間的藝妓拉花咖啡非常有名，但今天我們想嘗嘗他們的抹茶可麗餅。它這邊也有可以外帶的美食，像我這邊點的就是抹茶可麗餅。然後這樣怎麼吃啊？應該先用挖的。它鮮奶油比較偏油一點點，這抹茶餅乾就很好吃哦，偏苦味的抹茶夾心餅乾。哇，它團子也很抹茶，因為吃到裡面是很濃的。全部都是抹茶，不是甜的那種，所以我在想，会不會是因為這樣子，它的鮮奶油才做的比較偏油一點點，讓你吃起來不會說都太清爽或是太苦，沒有味道。那我們可以來吃可麗餅了。我真的不喜歡這鮮奶油我們看看下面是什麼。吃到中間上面有放一層餅乾，到最下層的時候啊，它有一球抹茶冰淇淋跟一點點的紅豆，所以我覺得這個還可以，只是鮮奶油的部分我覺得不 OK。中村屋本店創立於1960年，絕對是嵐山必吃的美食。最受歡迎的可樂餅內餡選用自家牧場直送的牛肉和北海道產的馬鈴薯。除此之外，還有販售炸肉餅等其他炸物。我吃這個肉餅啊，我覺得我還蠻推薦的原因，是因為其實在嵐山大街上面啊，你會看到各式各樣的甜點。如果說你吃了太多甜點，真的很想要吃鹹食的話，就可以來這間中村屋。它的肉餅啊，吃起來，如果說你是很喜歡吃漢堡排的話，你應該會喜歡他們家的口感。我覺得他們裡面的味道也是蠻濃郁的，比漢堡排再扎實一點的，所以想吃鹹食的話，你就繞過來這邊，從嵐山大街旁邊繞過來，大概走5-6分鐘左右就可以到這間了。接着帶大家前往很有特色的咖啡廳，享受悠閒的下午茶時光。這間咖啡廳曾經是昭和時代的古蹟，改建後保留了原本的茅草屋建築。茅草屋頂下，木質內裝營造出家的溫馨舒適。在這裡，你可以放慢腳步，
一邊品嘗美味的咖啡和甜點，一邊欣賞日式庭園景觀。這間店推的就是抹茶法式吐司。身為一個抹茶控，怎麼可以放過這一道呢？外面有後味系統，雖然我們那時候排的時候前面也有6-7組，但覺得速度其實還算蠻快的。在切的時候啊，它裡面非常的軟，但是它外面的皮是比較脆一點的。哎呦，看起来在吃牛排啊！它把法式吐司做得很不像法式吐司，怎麼說？因为它裡面軟嫩的程度啊，我無法想象它是吐司原本的質地耶，吃起來很像蛋糕的舒服耶。你跟我說它原本是吐司，那我不相信。旁邊還有一個抹茶的醬，如果說你今天是很怕那個苦味的話，你就可以淋一下它的抹茶糖漿，它真的就變成一道甜点。平凡的法式吐司升華成一道料理。经过一攤啊，本來說要打烊收工哦，看到有一攤超級多人在排隊，結果賣了一個東西是我跟Sharon沒有吃過，就是豆腐奶酪，就是我沒辦法想象說我一咬下去第一口是什麼感覺。那我現在來趕快試一下，因為你看燒燒的，而且現在天氣非常冷，所以我覺得吃下去應該超爽。會第一口聯想到是台灣的花枝丸，但是它可惜的是沒有花枝丸的口感，但是它有起司的香氣，它口感是偏軟一點點，比花枝丸再軟一點點，沒有那種 Q 彈，但是它口感是扎實的。我再吃一下外皮啊，有脆脆的聲音。你會想吃第一口、第二口跟第三口，因為它的起司會在嘴巴裡面慢慢爆發開來，是蠻特別的小吃，我跟Sharon沒有嘗試過。今天吃到這個心情蠻開心的，所以推薦嗎？推薦。然後像現在已經是接近5點的時候，它這邊就已經慢慢開始日落，可以看到後面已經有一點點夕陽的漸層顏色出來了。雖然說南山最熱門的季節是楓葉季，因為會有滿山的楓葉，但是像我們冬天來的話，相對的人潮會少一些，真的少很多，但是還是蠻熱鬧的啦。但是我覺得4季都是蠻適合過來，那當然楓葉季是最漂亮的。那我覺得啊，這是來京都必來的景點之一。為什麼？因為如果你今天帶長輩或帶小孩這邊來，想要去看不同的景色，或想來這邊吃吃喝喝的話，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首選。南山大街的景點其實也相對集中，我覺得走的路不會算太多哦，真的不會說這個點，然後這個點，你路程要走很久，沒有，它就集中在一條街上面，然後非常的好逛。車站又在旁邊而已，所以我覺得來這邊也算是你可以很輕鬆的做個半日遊的行程。第4天規劃和服體驗，以七水寺附近的景點為主，配合飛機回程的時間，隨時可以彈性回到京都車站，前往關西機場。在京都的一大早就興奮地衝去換和服，雖然最後的成品跟我想象的有落差，不過既來之則安之，趕快換好衣服，開始今天的行程吧。步行約5分鐘來到第一個景點。白川京是京都歷史悠久的小路，如今仍保留着古老的石板路和傳統茶屋。尤其在櫻花季時，河岸邊的柳樹和櫻花交織成一幅美麗的畫卷。大家可以看到這邊就非常多國內外的攝影人士特地飛來紫園拍照。這也是我們以前結婚的時候，我們自己拍婚紗的地方。這邊車道跟人走的路線是混在一起，所以來這邊還是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伊前洋食據說是大阪燒的始祖呢。在大正到昭和初期，用面糊在鐵板上煎得滋滋作響，煎成香噴噴的餅皮，再撒上蔥花，淋上鹹甜的醬汁，用1錢的價格販售。在那個年代啊，只要加上醬汁的料理都被稱為洋食，所以這道1錢就能吃到的洋食就被稱為伊前洋食。然後這個大阪燒它融合了非常多食物，因為我剛剛看了一下它美女上面有像是有蔥，然後還有國產的和牛蛋啊、小麥粉，還有一些蔬菜等等。我看它料還蠻多的，很像蛋餅皮耶，比較偏酸酸甜甜，類似像台灣的 A1，吃這個當前菜下飯。它的吃法應該是有點類似像台灣的蚵仔煎那種吃法。啊，對對對。吃蛋餅的方式，連皮跟料包在一起吃，但我覺得它的味道還是偏比較重一點。我覺得很像早餐吃的那個。你早上吃的嗎？總會蛋餅啊。這個是超總會的，剛看裡面放大概才10幾種料。哦，對，高級的蛋餅。對啊，超高級蛋餅。還有和牛哎。
這間店簡直就像時光機，仿佛走進爺爺奶奶家的客廳。店裡頭擺滿了復古的海報，還有懷舊的玩具。為了不讓客人感到無聊，特地請來花街第一大美女陪我們吃飯呢。刚刚一直看着我吃飯。你看一下啊，他这有面牌啊。不然人家是北川景子，人家是北川小姐不可以得罪人家。他今天陪你吃飯，这桌整個都是尊榮感已經上來了。不要小看這個外觀像繪馬的巨石，它可是能幫你斬斷惡緣，祈求良緣哦。那在石頭上貼的密密麻麻的紙條是什麼呢？這是許願的行帶，也就是替身符。首先到主殿參拜，讓神明知道你的心意，然後在行帶上寫下你想要斷開或締結的緣分。拿着行帶默念願望，從石頭的正面穿過洞口到背面，象徵斬斷惡緣，再從背面穿過洞口到正面，象徵結下良緣，最後將行帶貼在石頭上。根據日本網友的分享，這裡非常的靈驗，許願的內容一定要很具體哦。我们先來求籤，然後還有分兩個，一個是求緣分的，一個是求運勢的。那因為我在求緣分的話，我老公應該會殺了我。我有老公在旁邊長進，不想活了哦。對，我等下去求運勢的，抽到20號。然後再去旁邊跟他講你是幾號，拿籤。如果說你是拿到不太好的，你就可以把籤折一折，然後綁在這邊，就是把壞的運勢留在這裡就好了。我覺得抽籤是其次啊，重點是不管怎麼樣，還是要靠自己努力，才辦法去逆轉一些逆境。我覺得抽到逆境對我來講不是壞事的原因，是因為我會覺得說我今年可能更小心。人都有大起大落，你如果說每一次都是抽到大吉，那我覺得你這個籤筒是假的。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把抽到的不好的籤就把它綁在上面，希望把壞運留在這裡就好了。逛完安井金筆羅宮，在對面有間咖啡廳，剛好讓我們休息一下。這間店的抹茶蒙布朗冰淇淋絕對可以列入我的最愛。蒙布朗滑順的口感完全不會膩，酸甜的草莓撒上發光的金箔，每一口都讓我少女心大噴發。如果你覺得自己常常三心二意，就來金剛寺根生堂走走吧，這裡可是能幫你控制心魔、實現願望的神奇地方。神社最特別的就是掛滿了五顏六色的許願猴，有發現這些許願猴被繩子綁起來了嗎？象徵將我們容易動搖的心給綁起來。每當我們想達成目標時，常常像猴子一樣躁動而分心，這時候就想想許願猴，提醒自己要堅定信念，朝着目標前進。除了許願外，這裡繽紛的色彩也是熱門的拍照地點哦。準備好了嗎？我們現在要往清水寺的方向出發啦！沿路是緩緩的上坡路，不過絕對值得哦，因為在這裡有絕佳的拍照景點，可以拍到超美的五重塔。這邊的小吃真的非常多，所以有時候你不一定要在某一間餐廳吃到飽。我覺得你可以來這邊吃個4、5間，然後享受一下氛圍，然後慢慢走到清水寺參拜一下。尤其是在清水寺正門口前面那邊人潮是最多的。你如果要來這邊拍照取景啊，建議你可能要凌晨就要來，不然空無一人那個不太可能。對，超級早。你除非天時地利人和，不然你要來這邊取一個非常適當的景，我覺得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清水寺絕對是京都必訪的景點，這次我們打算在周邊逛逛小店，然後前往下個景點。八坂神社是日本3大祭典之一祇園祭的起源地。鮮紅色的外觀充滿日本神社風格，位於主殿前的武殿是神社內重要的場所之一，這裡經常舉行各種儀式和表演，周圍掛滿了供奉者贈送的燈籠，到了夜晚燈籠點亮，氣氛特別迷人。相較於清水寺的擁擠人潮，我認為八坂神社更適合拍照哦。飄落的細雨，仿佛晶瑩剔透的寶石，也提醒我們該告別這身衣裳了。
給想來體驗和服的小玩家小建議，在體驗和服之前，先了解有哪些款式吧。最常見的和服是基本百搭款，夏天則建議選擇輕薄透氣的浴衣。想要華麗一點的話，可以選擇正袖。正袖是未婚女性的正式禮服，特色是有長長的袖子，常見於成人式或婚禮等場合。再來是褲，這是穿在和服外面的寬鬆褲裝，常見於畢業典禮。最近大正浪漫風格的和服也很受歡迎，加上蕾絲的元素，讓和服更有獨特魅力。鬼滅之刃的服裝也是以大正時代為背景哦。京都熱門拍照地點有清水寺、祇園、伏見稻荷大社。選擇喜歡的景點後，再從這個景點找周遭附近的和服店，可以透過 Google 評論了解店家的服務品質，尤其看看有沒有會說中文的店員，這樣溝通會方便許多。每間店家的和服款式和搭配風格都不同，就像選擇一位造型師，建議看看店家在社群發布的實際作品，找到自己喜歡的風格，包含服裝色系、髮型，可以截圖下來，到時候直接給店家看。也別忘了注意營業時間和歸還時間，以利安排你的行程哦。在價格方面，不同店家有不同的收費標準，比如價格是否包含髮型、配件以及蕾絲是否需要另外加價。建議大家在租借前詳細了解，以免產生額外的費用。提供我這次租借的價格給大家做參考。另外，記得要提前預約，尤其是旅遊旺季的時候，因為行程難免有變化，預約前要確認改期或取消的規定。當天取消的話，店家會收取100%的費用哦，這點要特別注意。我們再來聊體驗時的細節，大多數店家只提供髮型設計，妝容部分必須自行處理。穿和服的時候，腰帶會比較緊，孕媽咪們要特別注意。有些店家可能不接受孕婦體驗，但還是有部分店家可以接受5個月到8個月安定期孕婦的。店內只提供一般的和服搭配鞋和白襪。想體驗酷或大正浪漫風和服的小玩家們，建議自備靴子，讓整體造型更有風格。店家會提供置物區存放物品，但貴重物品仍建議隨身攜帶。換上和服之後，行動會稍微不方便，建議大家不要跑太遠的地方，選擇交通便利、景點集中的區域遊玩。再來分享我這次的體驗心得。體驗的方案是包含全部配件，我給了店家參考的照片，希望他們能幫我搭配出相近的和服造型。我只能說啊，店家的積極度不高。我期望的腰封款式還有加一層波浪的緞帶，原本以為穿完腰封之後會加上去，不過沒想到就這樣完成了。我指着旁邊的波浪緞帶問店家，他們表示說不行，不知道是因為忘記了，還是穿完腰封之後不能再讓我加上去。然後自己去選帽子，沒人提醒我方案裡面還有帽子。店家有特別提醒我，衣服的下擺要用手撫平。我以前也有穿過其他家的和服，蠻納悶為什麼要用手把衣服擺平呢？結果拍完照才發現啊，衣服真的超級會翹起來見客的。再來就是髮型了，頭髮歪歪的，還一直卡到衣服，覺得自己很像2串歪掉的丸子。不過我自己也要檢討啦，我不應該把網絡上看到的照片拿給店家當做參考，忽略了每一間店，不管是服裝花紋、配件款式以及美感風格都不同，所以會建議大家一定要以店家社群發布的實際作品為主。最後要離開的時候，店家有送了小禮物，然後要求在 Google 給5星好評。雖然這個是常見的行銷手法，不過我自己也是看了這間店高評價才慕名而來，所以還是想提醒大家，網絡上的評價僅供參考，建議好評、差評都要看，以及參考討論區的體驗文章，綜合多方的資訊，才能做出客觀的決定，找到適合自己的店家。雖然這次體驗有點小失望啦，不過也是寶貴的經驗，希望這個分享能幫助大家咯。現在
我們大概是快5點吧，然後這邊已經有點接近日落。看一下後面，火燒雲很漂亮。這邊也是很有名的鴨川上面的橋，所以這邊的人潮很多。然後啊，因為我們换完和服之後，其實離新經濟商店街也蠻近的，所以我們大概走路過去，在10分鐘吧就可以到商店街繼續逛咯。所以這整趟的行程都用步行的方式就可以到。然後沿路上因为非常多的商店，你不会说路跟路之间的行程，点跟点这个行程非常的无聊。对，觉得今天真的很好玩。如果说你是第一次来京都，又很想要体驗和服的話，一日遊，然後到清水寺繞一圈回來，真的非常好逛。晚上再去逛商店街。Go！刚路上看也太多间动物咖啡厅了吧？对，因为我们夫妻本来就是 animal lover， 看到小动物的店啊，会有一點點心疼啊，就是他們還要出來賣身，對，叫他出來賺飼料費。好啦，其實如果他們過得好，過得很幸福就好。看到這些店真的蠻新奇的，而且會集中在某一個區域。對啊，因為我這也沒想到，居然還有小豬咖啡廳。因為大概短短100公尺吧，我們兩個大概看了停留大概20分鐘，因為實在太吸引我。對啊，只要外面放那個小動物的看板，就會吸引我。對，很聰明。新經濟商店街啊，走到中間，這邊就是天滿宮，然後左邊的這一條就是錦市場。不過錦市場要早一點來，會開的店家比較多。那我今天去逛新經濟商店街，好，我們要來吃幸福鬆餅，就在這邊。用日文講就不會慫了。真的嗎？日文講一次。幸せなパンケーキ。哦，這個聽起來就好。你剛剛用幸福鬆餅是4個字，然後台灣什麼夜市什麼吃什麼鬆餅。我們這是點一個甜的鬆餅，一個鹹的鬆餅。那鹹的鬆餅啊，它是有3大塊的鬆餅，再加上蘑菇、歐姆蛋，然後佐一些生菜。那甜的部分呢，這邊是鮮奶油，然後加3大塊的鬆餅以及佐蜂蜜。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下，因為它是現做的，所以它等待時間是有一點點久。我剛剛大概等了20-30分鐘吧，我覺得等到我快睡着了，因為外面很冷，然後裡面很溫暖，所以來的時候可能需要等待一下。那我們先來讓 Sharon 來試甜的鬆餅。然後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有裹上的奶油，蜂蜜看起來是比較稀的那一種，不是很濃稠的。好像在吃有點像雲朵的感覺哦，就是綿綿的，有點像棉花糖，有加鮮奶油跟蜂蜜的搭配，我覺得這就是基本經典款。你點這個口味就比較不會失誤。好，那我來為大家吃鹹的，看到小麥的成分是蠻多的，小麥的成分點綴在裡面。我特別喜歡吃這種比較樸實，但是咀嚼很久的時候，那個小麥香 ，Oh my god， 慢慢散出來了。我很喜歡這種可以吃到食材真實的原味，再吃一口真的很好吃。這種比較有小麥顏色外皮的，我剛才以為它只是把一樣的東西做成鹹的，但是其實基本上它的鹹的口味跟甜的口味是完全不一樣的。但是讓我最驚豔的其實還是單吃鬆餅這件事情，因為如果鬆餅的主體你做不好，你其他的配菜都可以丟旁邊。這家的鬆餅非常非常推，甜的也好吃，鹹的也非常的到位，只是要等20-30分鐘啦。所以為了好吃的美食，請耐心等待哦。離開京都前，別忘了買些伴手禮。在中央口左手邊有一間伴手禮店，不過整間店面比較小，推薦大家前往2樓南北自由通路，這邊有專門賣伴手禮的區域，保證讓你挑到手軟。不知道買什麼的話也別擔心，跟着我們一起開箱京都人氣伴手禮。第5名，9條蔥蝦米脆餅。你知道什麼是9條蔥嗎？這可是京都最有名的傳統野菜之一。京都人引以為傲的9條蔥，入口甘甜清香。9條蔥的甘甜和蝦子的鮮味融合在一顆顆酥脆可口的米餅之中。每一小包米餅都是獨立包裝，還有可愛的京都五季圖案，不僅方便攜帶，分送給親朋好友也很適合哦。我們先來開箱第5名9條蔥蝦米餅。你看上面啊，就是他們這邊的9條蔥的裝飾，真的很可愛耶。而且我一直都很喜歡日本包裝的配色，就是它的色調其實是非常舒適的，然後又不會太突兀。我剛剛打開內包裝的時候，其實就小小的一塊，像這樣，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發現它是有一點點厚度的米餅。第一印象会覺得好像是台灣的爆米香，然後那個香氣啊，其實帶了一點海鮮味道，淡淡的蝦米。哇，我覺得它口感這邊非常非常的扎實，吃我第5口之後，都還是保有那個一定的脆度。我覺得這款可能老一輩的就不太適合。蝦米的味道慢慢的浮現上來，就充滿在嘴巴裡面。那你說蔥的味道，我覺得還好，真的還好。我吃到現在好像都沒有很明顯的蔥味，但是我在還沒吃之前，其實我已經能猜得到它的味道跟它口感了。所以這一款我覺得它算是中等程度，但是我觉得它是胜在它的包裝，以及说它米餅的口感是粒粒分明的，所以它咬起来的整体的脆感会更明显，很扎實、很爽的口感，而不是說一咬下之後就整個散掉了。对，有的米餅可能吃下去它就融掉，所以它是走非常爽脆口感的路線。這個很適合下午被主管罵很不爽的時候。很大聲欸，這樣同事都知道你在吃零食。想骂主管不能罵，就只能沒有，我吃東西啊，以咀嚼泄恨。第4名，雙色抹茶費南雪。這款費南雪大有來頭，是法國最優秀的蛋糕師和日本頂尖的時段品茶師聯手打造。為了慶祝京都和法國締結姐妹城市60週年，使用法國高級奶油和京都宇治抹茶，將2種不同質地的麵團分別注入是有難度。師傅心裡想，那只能靠我們自己開發了。經過一次次的試驗及改造，終於完成出這款跨國打造、融合東西方元素的夢幻甜點。第4名其實是我個人非常期待的法國的甜點師以及日本的品茶師聯名合作的。一邊是綠色的京都，那一邊是金色的法國。那你要代表京都還是要代表法國？我代表京都好了。好，我那麼愛吃抹茶的人。好，那我向往法國的氛圍。日本派先講，這個是我會喜歡的甜點，它費南雪做的很濕潤，哦，超好吃的，濕潤到我覺得好像躺在沙發上睡覺。哦，Oh my god， 這個我給很高分耶。我覺得這個是高級甜點店會出現的費南雪，或者是5星級飯店會出現的費南雪。我沒想到這個甜點竟然會在伴手禮店出現，厲害，超好吃，這個真的超推薦的。然後它的香氣咀嚼到最後是帶有一點點韻味的，很適合配一個下午茶或是咖啡。哇，你這下午茶原本從10分可以直接跳100分。我還沒有吃到抹茶，它抹茶味道也很好。我本來從法國突然間坐時空門直接到日本來，吃下去直接到京都了，非常的好吃，給滿分。第3名，Godiva 生八橋。生八橋是京都和果子的經典代表，這次與國際品牌 Godiva 聯手開發，製作口感柔滑的甘納許巧克力內餡。盒子設計的靈感來自日本傳統的綠詠，傳統與創新的獨特口感，無論送禮自用都是很好的選擇。這個伴手禮就很特別，它是跟 Godiva 合作的，因為 Godiva 的巧克力本來就很厲害，很好吃的，很好吃。但是我在看它外觀的時候，我會覺得好像就是水餃巧克力。對，剛才聽到那個生八橋，我以為嚇死，我以為生8個。然後送禮的話，希望讓你好運，我就送你生8個。好啦，這題外話，好，那我們就來開吃嘍。這個哪一半？你先。是不是有點像麻糬巧克力啊？好，這一集就結案了。怎麼？沒有，你自己都講把那個口感講出來了。這個就是麻糬巧克力。我在吃的時候，它的皮啊是非常扎實，就不是那種一咬就散，所以扎實的皮加上好吃的巧克力融合在一起，我覺得也還蠻好吃的。這個生八橋，我拿在這邊，我就一直聞到那個巧克力的味道飄到我這邊來了。我覺得它這一款厲害的點在於說，一般我們吃麻糬，你會覺得麻糬太厚，麻糬是麻糬，內餡是內餡，但是它是因為上下夾層都是平的，麻糬跟那個巧克力的口感是融合在一起的，你不會覺得它們是分開的，融合的非常的好，還蠻適合送人的。因為生八橋它是京都的特產，然後又是結合Godiva，你這盒拿去送人，那就哇好厲害哦！京都的特產又是跟Godiva聯名的，應該很貴吧？
所以他們其實傳統本地的糕點店也開始要尋求外在的合作，去讓你的食物有不同的創新思維。所以我們剛才吃到那個有點讓我驚艷的意思是，我沒有想到可以把Godiva包在這個麻糬裡面。對，誰會想到啊？就有點像是說花蓮麻糬跟Godiva聯名啊，類似這樣子。你沒有想到那個是真的很屌，真的屌翻的，或者是像台灣的那個太陽餅去跟Godiva去做結合，我也覺得哇，那蠻厲害的。對，而且我覺得它還可以用冰的方式去吃看看。哦，对，冰鎮的，哇，那拿出來應該超好吃。第2名，抹茶牛奶夾心餅乾。這款夾心餅乾可是只有親自來到京都車站才能買到的限定商品哦。製作時使用京都宇治抹茶，加了香醇的牛奶白巧克力以及綿密紅豆餡，一口可以同時吃到5種層次的豐富口感。餅乾上更印有京都的字樣，送給親朋好友時，你不用開口就知道是在地的京都伴手禮。那這一款它比較特別，是它是京都車站限定的，那個是集字的概念，所以它每個餅乾上面的圖案是不一樣的。你要集一個京都，所以你可能要開好幾個才會集到。對，好，那我們就先來吃看看咯。還是一人吃一個好了。是什麼？有很多宇宙在我腦中爆发。这款看起来平淡无奇，可是它有一種說不上來的滋味。我知道原因為什麼，因為我會短時間之內我沒有辦法去分辨它到底是什麼味道。它的味道太雜了，太多了，多到讓我覺得我今天到底是在吃抹茶，還是在吃奶油，還是在吃餅乾？有點像，就像它上面的圖案。我在喝抹茶拿鐵加紅豆，類似，但是有點可惜是，可能那味道好像都過於強烈了。它的白巧克力太突出了，味道已經蓋過其他的味道了。所以我會覺得它的甜度是有一點點偏高，然後容易膩的那一種。我跟你講，它這個真的就很像我買那個抹茶拿鐵的即溶包，拿那個粉去泡，喝就是那個味道。哦，受不了，不行，趕快喝。你知道我說的那個味道嗎？我知道，你懂那個味道。就是那個。所以這一款我覺得它名不符實。我們小夫妻個人偏好比較沒有這麼推這一款，而且以抹茶控來說，這款應該也是不會給過的。是打咩。第1名，抹茶年輪蛋糕。這款蛋糕採用日本百年品牌森半宇治抹茶混合煎茶製作而成。再加上京都出產的豆奶加入到海綿蛋糕中，為了追求濕潤的口感，嘗試了各種小麥粉，最終選擇了北海道產口感柔滑的北穗波。蛋糕鬆軟的秘密在於不使用機器，而是由職人親手揉捏麵團，最後為蛋糕表面覆蓋一層抹茶糖霜，冷藏後品嘗口感清脆，常溫時糖霜會融入蛋糕中，帶來入口即化的口感。每一個年輪蛋糕都是由同一位職人親手製作，打開包裝就能看到職人的名字，感受他們對品質的堅持。第1名就是抹茶年輪蛋糕，在京都清水寺附近，其實你可以看到它的分店，應該就是一個經典不敗款，不然它不會列居於京都第1名。像剛好京都這麼多小吃美食，它能歷久不衰，或者是它能佔據榜首，一定有它厲害之處。大概知道為什麼它能成為經典不敗款，中間它夾豆腐再加抹茶，融合起來感覺其實是互相不衝突的，是舒服的。蛋糕的粉体不會過甜，那主要的甜度是來自於上面的這一層抹茶的糖霜，它會讓這個層次再往上拉一點。我就是很喜歡它外面那層抹茶沙沙的口感，有別於一般的年輪蛋糕，有讓我驚訝到一下。我覺得它的好處是，你這個年輪可以切一小塊一小塊分給所有同事吃，然後大家再點個下午茶，點個咖啡，我覺得這樣配就很好了。但是要比較提醒的是，它這個年輪蛋糕的保存期限比較短，15號買，然後它21號就過期了，所以它這個大概是5到6天左右的保存期限，所以你自己要算一下你回去跟送禮的時間，這個也比較注意，不然就一口把它自己這樣整個拿起来吃掉，自己嗑掉。那我們要來總結我們2個最喜歡的伴手禮，你選一個。如果要我選的話，我應該會選Godiva那一個
抹茶控，你應該可以猜得出来我最喜歡的是哪一个了。那個法國跟京都聯名款嘛，對，我覺得那個抹茶焙奶粉真的太好吃了。夫妻所推薦的這些伴手禮都是我們品嘗過、試吃過，真的好吃，才推薦給小玩家們的。對，所以有雷我也直接告訴你啊。那個第二名，第二名的那個不知道什麼突然混進來。喜歡這支影片的話，記得訂閱、按讚跟分享哦。那我們下次影片見，拜拜，拜拜。那晚上是人家以為我們不恩愛哦。喜歡這支影片就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然後分享給你的朋友。我們是創世小夫妻，下集見。